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陕西运城。从古至今呢，形容一个女孩子漂亮，大家都会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其实这也是形容中国古代4大美女的，代表是沉鱼之龙的西施、落雁之龙的王昭君、闭月的貂蝉、羞花的杨贵妃。那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杨贵妃和貂蝉。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2008年。有日本人来这里祭祖，说杨贵妃是他们的祖先。那杨贵妃一跃呢，就变成日本人的祖宗了。众所周知，杨贵妃是由于安史之乱后面被下令自杀，最后安葬在陕西咸阳。这怎么又冒出来是日本人的祖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来杨玉环故里看一看，一探究竟。这里就是杨贵妃故里的大门，看上面几个字。然后这里也修了城墙，故里一般就是老家的意思。但是杨贵妃的故里一直有个疑问，因为有争议。一种说法，她的老家是在陕西；一种说法是成都，还有呢是说在广西。据广西宁县杨妃碑记载，杨妃龙州杨冲人也，离城10里。就是说杨贵妃就是杨玉环，她是老家在广西，这隔了太远了。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被称作杨贵妃故里呢？因为杨玉环从小是跟父亲生活，但是大概在10岁的时候他父亲病逝了。在古代嘛，因为一个家族是膨大的，于是呢，杨玉环就是我们说的环环，他就去他叔叔家里生活。最开始是在洛阳，大概生活了几年之后，就搬到陕西永济独家村来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杨玉环叔叔的一个府邸。这里的建筑其实是一个城堡式的3进院落。在古代的房屋基本上是带有防御性质的，特别是你走到山西、陕西这些地方，很多房屋都有围墙，就跟我们在南方看到的地主大院，它有那种碉楼类似。这个地方是复建于1992年，依山而建，南北走向。站在上面呢，还可以看到黄河。整个建筑有宝门、下院、中院、花园、贵妃祠等等，自下而上，因为是建在一个山坡上嘛。我们现在就逐步的上去，它是一个建在山上的房屋。可能在山西很多地主大院都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城楼上也有一个杨贵妃的雕像。塑像看起来是不是很富态？这个是杨贵妃30岁左右的相貌，估计是这样的。因为杨贵妃杨玉环，她是出生于公元719年，去世的时候是756年，还不到40岁。这个唐朝是以富态为美，跟我们平时看的不一样。杨府从这里就正式进入杨贵妃故居的里面了。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杨贵妃故居这个院落里面。这里站的地方属于下院，整个这个宅院分为上中下。下院就是那些佣人和下人居住的地方，中院就是杨贵妃还有他们兄弟姐妹以及他的叔叔居住的地方。上院呢，就是长辈以及那个供奉祖宗牌位的。这个下院看起来不大，不过呢，当年肯定不止了。杨贵妃当年不知道会不会从这里进出可能很多人如果看过地主大院都知道，下人跟那些主人进出的地方通道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可能有单独一个通道。还有呢，女子的话，明清的房屋可能如果有小姐的闺房，然后是在深处有个暗道走出来，但是在唐朝应该没有。唐朝那个时候理学还没有那么严格，女子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古代，一个女子如果说她琴棋书画很精通，文化修养很高，其实就代表了她家庭的条件非常好。
一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供女子或者是男孩子去学习、去练武。就像我们说三国时期的张飞，很多人说是他家庭条件不好，屠夫出身，其实错了。你如果家庭条件不好，怎么可能练武？在古代练武是一个体力活，你没有家庭条件支撑的话是不可能的。那杨贵妃其实她的祖上也是有当官的，故而她算是官宦家庭出身，加上她本身天生丽质，又有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呢比较婉顺，精通医律，善歌舞，并擅长弹琵琶，就我们说的琵琶行。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这样描述了杨玉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说的就是杨贵妃。那其实杨贵妃这么厉害，这么优秀，那也是她最后结局非常悲惨的原因之一。继续看一下这个下院，这里面的杂草都挺多的，不知道多久没有打理，感觉这个下院是比较小。在当年唐朝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应该是挺大的，只不过时代变迁。下院参观完了，我们就去中院看一下，就是以前杨贵妃的卧室，包括她的兄弟姐妹都在这里。梦回大堂，这里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到了这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杨贵妃一生的故事。杨玉环在公元735年，就是从这里要准备进入长安了。当时她16岁，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一个女儿要出嫁，那作为那些官员都肯定也是参加的。那从这里呢，也就是说杨贵妃杨玉环的命运开始转折的地方。她是通过普津渡那个黄河浮桥去的长安，去的关中。那当时参加完婚礼之后，唐玄宗的另外儿子也到了适婚的年龄，说是要选妃。那当时选妃不是说普通的选，首先呢就是要请那些所谓的风水学大师。于是呢，那也就告诉唐玄宗，你寿王李瑁他可能妃子在长安的东北角。于是某一天，李隆基的儿子见到了杨玉环的场景。那个时候杨玉环非常年轻，看这个雕塑也能看得出来，年轻貌美。闭月羞花的时候，大概也就16、17岁。寿王去出巡打猎的时候，碰到了他，一眼就相中，认为他这个就是我要娶的人。后面就跟他母亲说，最终确定杨玉环作为他的媳妇。在这里也体现了杨玉环非常不一般。李隆基和李隆基的儿子第一眼看到他，都觉得他是那个一生的所需要的人，那可能就证明杨玉环的魅力确实是非常大。那大家说杨玉环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呢？我们也不得而知，这里呢就作为她确实是长这个样子吧。那最后通过她的母亲武惠妃向唐玄宗打了个招呼，说选中了。那李隆基觉得无所谓，你直接决定就行了。为什么说武惠妃可以直接决定呢？第一个，她是寿王的母亲；另外一点呢，武惠妃当时是唐玄宗最爱的女人。一般大家都说到唐玄宗最爱的女人就是杨玉环，其实在之前是武惠妃。这个人的身份非常不一般，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当时她还差点封为皇后。因为李隆基第一任皇后是姓王，但是由于没有生下儿子，最后呢被废掉了。那当时李隆基就想把武惠妃封为皇后，但是遭到群臣的反对。因为刚刚唐朝那些大臣呢，经过了武则天当政的时期，武惠妃也姓武，怕重蹈覆辙，又是一个武则天一样的人物出现。那最终呢，李隆基也被迫没有那个封武惠妃为皇后，但是权力还是非常大的，等同于皇后。故而呢，他这个事情
武惠妃直接就决定就可以了。没多久呢，杨贵妃就变成了寿王妃，同时呢也是李隆基的儿媳妇。那这个事情没多久啊，武惠妃就去世了，大概2年的时间。那武惠妃的墓啊，其实在陕西，她的墓种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独特。因为一般都说皇帝的墓啊是那种封土堆或者巨大的阴山为陵，但是一个女子的话，能够享用封土堆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武惠妃刚好就拥有。她的墓啊，在那个平原上1000多年没有人知道，最后是因为一个盗墓贼，后面专家去抢救性发掘，才最终确定她就是武惠妃墓。她是死后被追封为皇后，贞顺皇后。那么我们就继续说到这里。武惠妃去世之后，唐玄宗啊郁郁寡欢，因为是他最爱的女人。于是呢，那些手下包括高力士，就让李隆基出来散散心。杨玉环被李隆基看到了，一看到李隆基那个沉默的心就蠢蠢欲动，他觉得一定要想办法把杨贵妃接入到后宫当他的妃子。杨玉环被李隆基接进宫之后封为贵妃。那么到底杨贵妃多么受到宠幸呢？大家应该听过这样一句话：一寝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大家应该都学过了。当时还专门把那个军事用的800里加急600加梨来运送荔枝，因为杨贵妃喜欢荔枝嘛。从这里也看得出来李隆基对杨贵妃的偏爱。唐朝的皇帝啊，其实也算是情种有很多。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李治对武则天。从这里也开始了君王不上朝，君王只爱美人的故事，就说的是唐玄宗。他就把那个朝政完全下放了，先是给了李林甫，后来给了杨国忠。那杨国忠本身的话是杨玉环的亲戚。杨国忠这个人呢，能力没有，但是打击人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就非常厉害，整个朝政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特别是有一个安禄山，最终呢起兵造反，爆发了安史之乱。到了这个时候，唐玄宗肯定要逃跑，于是就带着杨贵妃逃到了马嵬驿，他们准备是去成都的。到了马嵬驿之后，发生了兵变，当时那些士兵就把杨国忠杀掉了，并且说杨玉环也是祸害，要李隆基把杨玉环杀掉了。最终李隆基为了稳固，也算是保住自己的命，下令将杨玉环赐死。在陕西马嵬驿那里，现在也算是一个景区，打造了杨玉环自杀的地方，同时也有杨贵妃的墓在那里。那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民间一种流传的说法，说是杨玉环当时自杀的时候被人阻止了，就是高力士那些人，因为他知道他跟李隆基的关系非常恩爱，他也不想让杨玉环去世，于是就安排了一个人冒名顶替，最后把杨玉环送到日本，就是东渡日本去了。大家觉得这个可不可信？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可信度不高。首先，马嵬驿是在关中平原，在咸阳那边。那去日本要去沿海，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非常远的。那边当时基本上是被安禄山占住了，中原大地或者其他地方占领了。他要把他送到那个沿海城市，然后坐船去日本，大家觉得可不可能？但是一直有这种说法。从而在日本呢，也有一座杨贵妃的墓，就是他去了日本之后，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去世，可能在那里还有成家吧。那在2008年，有一个日本的影星就来到了这个杨贵妃故里啊，说这个是他们的祖宗。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就认为吧，这个杨贵妃是他们的祖先，这个也挺好玩的。那杨贵妃一生的故事啊，就是这样子的。杨玉环的一生尽管非常短暂，但是她看到了
唐朝的繁华，也见证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场景。她的一生也非常传奇，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特别是在古代，美人多祸，但是这个祸往往又不在美人，而是在美人背后的那个人，所以也导致结局最后比较悲惨。杨贵妃同样是如此。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谢谢。